岁末年初的时候，大家总喜欢做一些总结，包括自己的投资账户，回顾一下既往表现，做一些必要的投资调整和规划。毕竟一年之计在于春。翻开我3年前开始的一个投资计划，今天想和大家就这个账户做一个小小的分享。这个账户是2018年1月29日开设的，到今年1月29日，整整3年。这个账户的特殊性在于，其实我没有放1分钱在这个账户里。我在2018年投入了10万，3年以后账户增长到16万8，但是这个本金10万不是我自己的钱，而是借银行的钱。对，没错，这就是借鸡生蛋，空手套白狼。我并没有付出本金，我用的是银行的钱。我只需要为使用这笔钱支付一定的利息，这个利息大约是每年3000多元，平均约3%出头的浮动利率，所以3年下来大约是1万元。如果我投入的是自己的10万元，那么计算投资回报率为68%，年化19%。但实际上我这3年的成本总共花了1万的利息，所以我的净收入是5万8。我的投资回报可以大致估算为580%，不考虑利息折现。我除了净赚5万8，我付出的1万利息是可以抵税的。我的边际税率大约为40%，所以这个1万的利息可以为我退回4000的税，所以利息成本实际上是6000，或者也可以理解为我的收益是5万8加4000等于6万2。这就是 leverage 杠杆的魅力。显而易见，借钱投资可以让缺少本金的人抓住时间和机遇，早日行动起来进行投资，利用银行的钱为自己打工。在低利率时代，这不失为一种好的投资方式。试想，如果非要存到10万块钱才开始投资，那么这个投资计划可能要推迟2-3年，错失了好几万的收益。借钱投资的另一大好处是放大收益。我的成本仅仅是很低的利息支出，就撬动了一笔资金为我的投资计划工作，而且这笔利息支出还能够带来抵税的实惠。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借钱投资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亏钱，亏的不仅仅是那些利息，而且还有借来的钱，所以即使是借来的钱，也要把它当成是自己的钱来看待。而作为一名投资者，在追逐收益率最大化的同时，把保本风险控制放在第一位是至关重要的。在加拿大，除了银行的定期存款、保本基金和分红保单可以提供保本条款，除此以外，任何的投资都是需要承担风险，在最坏的情况下，理论上是可以亏完本金的。因此，选择投资产品，至少回报要高于自己的利息支出，同时风险不能过高，这个就是涉及到如何挑选投资标的物。我在这个对账单上把我的投资产品掩盖住了，因为我不希望在这个视频里推荐任何具体的金融产品。但是我挑选投资产品的原则就是中等偏高的回报，风险中等偏低。在这里我可以举个反面例子来说明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曾经有好几位朋友在过去一些年内都和我说过，他们做过类似的借钱投资，他们的理财顾问也是介绍了借钱投资的理念，他们认为很好，所以欣然接受了。然而这位理财顾问给他们推荐的却是能源矿业类的基金。我很惊讶，他们都是在同一个比较有名的 advisor 那里做的。这类基金风险极大，经常暴涨暴跌，折腾几年下来，他们的账面缩水达到60%到70%，最后不得不关闭账户，把当初借的并且亏掉的钱还给银行。这种经历也成为他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我个人认为，除非是业内人士，对于能源矿业类的基金，我们还是要少碰，尤其是借来的钱一定要稳健才是最重要的。其实我们看这些朋友们的经历，借钱投资本身并没有错，他们的亏损在于选错了投资标的。
即使是用自己的本金，我也从来不认为把钱放到能源矿业类基金做一个长期投资是好的选择。有的朋友会问，这个借钱有期限吗？实际上是可以在任何时间终止的。这个分2种情况，第一是自己有10万块钱了，可以联系银行把10万块钱还了，投资部分不受影响，只是不需要继续支付利息。第二是把投资赎回，这样金融机构呢就会进行核算，把本金部分还给银行，剩余的收益回到投资者账户。我在2017年就曾经关闭过一个账户，因为借钱投资会影响到房贷的 debt servicing ratio 负债率的计算，然后在2018年又将这个投资计划继续进行下去。有的朋友听到投资理财这4个字就会说，我没钱，无财可理。那么今天的视频是不是能为你提供一点点思路了呢？毕竟不冒险不投资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在低利率时代，存款利息都敌不过通胀。当然，如果你现在有很多闲钱，不知如何安放，甚至放到 GIC 里吃那点可怜的利息，这个 strategy 就不适合你了。先动员你自己的钱，为你卖命工作吧。总结来说，不管是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不管是借的钱还是自己的钱，能钱生钱就是好的投资。所以看看你账户里的钱有没有偷懒呢？